您家里是不是也藏着几包放了好几年的茶叶呢？这些过期茶叶究竟是该扔掉的垃圾，还是价值千金的宝贝？喝下去怕伤身，丢掉了又觉得可惜。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解开这个迷思，我们将颠覆您对茶叶保质期的认知，深入揭秘不同茶叶的生命周期。为什么绿茶、黄茶存放久了绝对不能喝，而白茶、普洱茶、黑茶却是越陈越香，放得越久越值钱？很多茶友可能听过一句俗语，1年茶、3年药、7年宝，这说的就是某种能随时间升值的茶。本期内容就让我们一起找出答案，哪些茶叶放久如存钱，真有的比黄金还贵，而哪些茶叶过期了则必须果断扔掉。快跟着我们一步步揭开其中的科学和文化秘密吧。不少人买茶时会注意包装上的保质期，其实保质期更多是指最佳风味期，并非过了日期就一定变质有毒。茶叶只要保存得当，没有受潮发霉，理论上可以长时间保存而不生细菌。然而，不同种类的茶在时间面前表现差异巨大，有些茶越新鲜越好，放久了品质严重下降，甚至对健康不利。而有些茶则恰恰相反，经过岁月洗礼，风味更佳，还可能升值。首先，我们要分清这两大类，才能决定手头的陈年茶叶是该扔还是该留。第一类，不耐久放型茶叶，典型代表是绿茶和黄茶。这两类茶制作过程中没有经过发酵或紧轻发酵，茶叶内的清新香气和营养成分大多停留在鲜嫩状态，非常容易随时间流逝。绿茶追求的就是一个鲜字，新茶叶里富含的儿茶素、维生素等，决定了它清爽的青草香。但这些物质对氧气和温度极为敏感，放久后会逐渐氧化分解。一般优质绿茶从采制出来算起，1年左右风味就开始走下坡。存放2-3年以上的绿茶，茶叶颜色往往从碧绿变成暗黄褐，闻起来香气陈旧，甚至带点闷涩味。冲泡后，茶汤也失去了清新的爽口感，变得平淡甚至苦涩。此时的绿茶不但口感全失，其中的抗氧化物质已大量流失，保健价值几乎没有了。更严重的是，过期太久或保存不当的绿茶、黄茶可能对健康有害，因为这类茶没有抗菌发酵的步骤，如果受潮发霉，容易滋生对人体有害的霉菌。一些研究指出，变质茶叶中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等毒素，喝了会危害肝脏健康。另外，就算没有明显发霉，长时间氧化的茶叶内部也可能累积一些对肠胃不利的氧化产物。民间就有传言，过期的绿茶喝了容易刺激胃黏膜，引起腹泻、呕吐。虽然只要茶叶没有发霉就不至于产生剧毒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陈年的绿茶、黄茶已经没有任何饮用价值，它们不仅不好喝，营养成分大减，还可能让您肚子不舒服。对于这类过期茶叶，我们建议您还是忍痛扔掉，或者改变用途，例如拿来吸附异味、做肥料、泡脚、洗头等，物尽其用，但千万别在入口当饮料喝了。第二类，耐久存型茶叶。幸运的是，并不是所有茶都怕岁月摧残，有些茶反而需要时间来成就其独特价值。我们常听到一句话，越陈越香，指的就是这类茶。它们在制作工艺上经历了发酵或后发酵，使茶叶内含物较稳定，甚至含有活跃的微生物继续作用。在保存良好的条件下，茶叶会慢慢发生后熟转化，风味越变越醇厚，对人体的刺激性降低，甚至还能产生一些新的有益成分。更妙的是，因为存世稀少和需求提升，多年陈化的老茶在市场上价格不断飙升，成了收藏家眼中的能喝的古董。在这类茶中，最典型的当属以下3种：白茶、普洱茶和黑茶，它们才是咱们今天的主角。接下来，我们就逐一看看这3种茶为何放越久越值钱，又该如何保存品饮。首先登场的是白茶。白茶是中国6大茶类之一，采摘嫩芽叶后不经过杀青揉捻，只经日光萎凋和轻度烘干，几乎不炒不揉，最大程度保留了茶叶的天然成分。因此，新制成的白茶口感清淡爽口，有点类似绿茶，带有清新的毫香和淡淡的甜味，茶性也稍偏凉。民间流传着1年茶、3年药、
7年保的说法，指的正是白茶。存放1年的是普通茶，存放3年就宛如药材，存放7年以上简直视若珍宝。为什么白茶盛放后会有药效和宝贵之称呢？奥秘就在时间赋予它的缓慢发酵转化。新白茶因为经过充分发酵，茶多酚含量高，性质偏凉，有些胃寒体质的人喝了可能不适。而存放3-5年的白茶，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自然陈化，茶叶内的多酚、黄酮等物质发生了氧化聚合，刺激性的青涩味逐渐褪去，转化出醇和的沉香。此时冲泡出的茶汤从浅黄变成杏黄橙黄，滋味比新茶更甘甜顺滑，少了深涩，多了一份圆润。更重要的是，茶性也从凉转平和。民间称这时期的白茶益茶益药，意思是既有品饮价值，又具有一定养生功效。等白茶存到6-7年以上，就步入了老白茶的行列。这时的白茶极其难得，大家往往当宝贝珍藏，舍不得轻易拿出来泡。多年陈化后的白茶，干茶叶色泽从灰绿转为黄褐，白色茶毫依然可见，但更干爽。冲泡后的茶汤犹如琥珀一般红亮透彻，散发出独特的沉香、药香，还夹带一丝枣子般的甜香，滋味醇厚饱满，入口顺滑中带着岁月沉淀的甘甜。喝上一杯热腾腾的老白茶，只觉得齿颊留香，身心舒畅。许多老茶客尤其偏爱老白茶那种温润的口感和退火功效，认为它能清热润肺、镇静安神。白茶越陈越补的奥秘也逐渐被科学证实。研究发现，白茶在存放过程中，茶多酚会转化为茶黄素、茶红素等抗氧化物，总黄酮含量随年份增加而上升。这些物质具有清除自由基、抗突变、降血糖、降血脂等作用。一些实验表明，陈年白茶提取物对抑制癌细胞活性、保护肝脏、调节血糖、血脂都有积极效果。难怪中医药典中竟然也收录了白茶。在福建福鼎等地的老字号药店，每年都会收购当地白茶储存几年，作为药材或药引使用。走进一些中药房，您甚至会发现白茶按克论价出售，这恐怕令一般茶友大开眼界吧。传统上，老白茶被用于退烧解毒、治疗小儿麻疹等。白毫银针这种白茶中的极品，过去常被作家中小药茶。小孩发烧喉痛时，冲一碗老银针让其饮下，据说能退烧去火。当然，这些偏方效果因人而异，但流传至今，逐渐老白茶在民间的药用地位。除了药效，老白茶在市场上的身价近年来也是水涨船高。新白茶因制作工序简单，产量有限，价格原本就不低，每斤通常卖到数百上千元。然而，经过20年以上陈化的老白茶更是凤毛麟角，价值翻了好几番。业内有统计，一些20年左右的老白茶，每斤价格可达数万元。品质极佳又存量稀少的老寿眉、老白毫银针，甚至采用拍卖形式售卖，一小罐可能就价值数万。一些收藏家专门寻找年代久远的白茶珍藏，他们深信7年为宝，绝非虚言。对普通茶友而言，倒不一定要把白茶存到天价再卖，但至少明白了，家中陈年的白茶千万别轻易扔掉，只要没有发霉变质，它不仅还能喝，而且风味和价值都远胜从前。想想看，您现在品啜的也许不是一杯普通茶汤，而是经过岁月雕琢的液体宝物呢。当然，要让白茶顺利从1年茶变成7年宝，保存方法很关键。白茶怕潮湿忌异味，存放时最好密封在干燥无味的环境，避免阳光直射和空气过多接触。传统上，白茶喜欢用纸包，纸箱存于阴凉处，让它慢慢自然发酵。现在也有人将白茶压紧成饼，类似普洱茶饼，再存，提高转化效果。不论哪种方式，记住一点，别让白茶受潮长霉。发了霉的茶叶再贵重也不能喝，只能丢弃。只要保存得当，白茶真的是存得越久，香气越纯，价值越高。难怪福鼎老农常说，存老白茶就是给儿孙存药材，留财富。接下来隆重介绍普洱茶。要说哪种茶最能体现岁月就是金钱，普洱茶绝对是榜上有名。普洱茶产自云南，是以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制成的后发酵茶。
简单来说，普洱茶在制造完成后，其内含的微生物和酶依然存活，会在后续存放中继续作用，使茶叶品质不断演变。茶圈常讲藏茶如藏金，主要说的就是藏普洱。这种茶放1年是茶，放10年是宝，放上几十年就是无价之珍。普洱茶分为生茶和熟茶2种。生茶是将茶茎杀青揉捻后，日光干燥，再压制成饼或砖，不经人工发酵。熟茶则是在毛茶阶段加以人工渥堆发酵，使其快速转化，呈现陈化风味。生普洱新茶时滋味浓烈，汤色黄绿明亮，带有强烈的涩味和生清气。很多初次尝试的人会觉得刺激辛辣，然而这些强劲的苦涩随着时光流逝会慢慢软化下来。存放几年后的生普茶汤转为金黄或橙红，涩味减淡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香醇厚的口感，入口圆润顺滑，带有熟果香、樟香等复杂香气。俗话说普洱茶越陈越香，指的正是这种奇妙变化。一款优质的生普洱茶通常要10年以上陈期，才能展现出极佳风味。那种厚重滑顺、喉韵悠长的感受是新茶无法比拟的。熟普洱由于在制作时经过人工发酵、渥堆，新茶就带有沉香和红浓的汤色，口感相对温润，不是生茶那般苦涩。因此熟茶能够直接饮用，也适合大众日常养胃。但熟茶并非不能再陈放，存上5年10年，杂味减少，滋味会更加醇和细滑。所以不论生熟，普洱茶都有陈化价值，只是生茶的升值潜力更为突出，因为它起点涉猎，转化空间大，年份长了，风味提升越明显，市场追捧度也更高。普洱茶为什么能越老越好？除了时间的作用，离不开一群微生物的小帮手。普洱茶在存放过程中，内部栖居着各种有益菌群，如黑曲霉、酵母菌等，它们缓慢地啃食茶叶中的苦涩物质，将一些高分子儿茶素分解重组，产生新的芳香化合物和蓝本类物质。这正是普洱茶汤色会从青色转红润，香气从苦涩转醇厚的关键。此外，发酵过程中还会生成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，例如科学家发现普洱茶陈化后含有一种洛伐他汀的物质，这可是临床降胆固醇药物的有效成分。普洱茶在后发酵中，由于真菌作用会产生少量类似洛伐他汀的物质，年份越久含量越高，因此长期适量饮用陈年普洱有助于降低血脂，保护心血管。难怪广东人喜欢饭后来一杯普洱，润胃解腻。在两广一带有句俗话，宁可一日无食，不可一日无茶，其中指的茶主要就是帮助消化的普洱熟茶和黑茶。普洱茶的保健功效在民间与科学领域都颇受关注。传统中医认为普洱茶性温和，味化痰去脂，特别适合消脂减肥。现代研究也支持这些观点，实验表明普洱茶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对抗动脉硬化。在动物实验中，喂食普洱茶提取物可以减少高脂肪饮食导致的肥胖，调节肠道菌群。有趣的是，有科学家比较了不同年份普洱茶的成分，发现10年以上的老普洱除了上述提到的微生物代谢物，还富含更多的茶褐素、茶多糖等功能成分，抗氧化和调节代谢的作用更明显。这些发现从科学角度印证了茶长久远变成宝的道理。说到宝，普洱茶在市场上的表现可谓让人瞠目结舌。经过岁月陈化的普洱，被茶友们称为能喝的古董。很多老茶不仅按片、按饼卖，甚至按克论价，有些顶级老普洱的价格已经比黄金还贵。一个著名例子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片宫廷普洱茶饼约100克，在2007年普洱热潮中拍出了16万元人民币的天价，折合每克1600元以上，远远超过当时黄金的价格。近年来也有惊人的行情，云南老班章茶区出产的6星孔雀普洱饼因产量极稀少被誉为传奇。2019年茶展上一片饼标价高达32万，约400克饼装折算每克800元，竟然是黄金价值的2倍。这些数字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正说明了老普洱在收藏界的火热程度。虽然不少人感叹这其中有资本炒作的泡沫成分，但不可否认，
陈年普洱已经变成一种投资品。谁能想到，昔日边疆少数民族出制的大茶饼，如今会跃升为投资市场追逐的奢侈品呢？普洱茶乐在2007年前后达到高潮时，其价格一度疯狂暴涨又暴跌，经历了一场大浪淘沙。如今市场趋于理性，但优质老茶依然屹立不倒，价格稳步上升。10年以上的老生茶因为数量越来越少，往往一年比一年贵。一些茶商感慨，以前囤下的一批老茶，转眼价格已经翻几倍。例如，有款知名的陈 XE 88青饼，2000年时市场价每片70元左右，到了2007年飙升至3000元，而现在这款饼茶已喊价超过25000元一片。虽然不是每种普洱都能这样升值，但整体而言，老普洱的价值一路走高。对茶友来说，自己存茶不一定是为了牟利，但当年几十块买的饼，如今价值上千，也是件颇有成就感的事啊。聊了这么多，我们再回到最关心的，家里的陈年普洱到底能不能喝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只要没有变质发霉，就尽管放心品尝吧。其实普洱茶是非常耐放的茶类，云南当地经常流传新茶刮胃、陈茶养胃的说法。新制的生普洱因儿茶素高，可能刺激胃，而经过多年转化的老普洱茶多酚聚合，对胃黏膜的刺激性大幅降低，更适合肠胃。如果您初次接触多年陈的普洱，建议少量多次冲泡，细品它的变化。不少老茶客会告诉你，一款老普洱在不同冲泡阶段能喝出层次丰富的味道，前几泡樟香朴实，中段沉香甘醇，尾水甚至带蜜甜。这种品味岁月的体验是新茶远不能及的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普洱茶的保存十分讲究，直接关系到它能否顺利变保。储存普洱一般讲究干仓或湿仓，干仓指干燥通风，湿度较低的环境能让茶叶慢慢自然陈化，品质干净纯正。湿仓则是高温高湿环境加速转化，但容易带来霉味和品质隐患。一般家庭存茶建议采用干仓条件，将普洱饼放在阴凉透气处，可以置于纸箱或陶缸中，保持周围环境清爽无异味，避免与樟脑丸、香水等放一起。不要密封在塑料袋里长期存，否则茶体无法呼吸，反而会闷坏。定期检查茶饼是否有异常气味或白霜黑点，那可能是霉菌。如果发现茶饼受潮，应及时晾干或剥开有问题部分。只有防霉防潮做到位，您的普洱茶才能一年年安稳升级。综上所述，家里的普洱茶只要不是受潮发霉，放上5年10年，不但能喝，而且可能比新茶更好喝更顺味。所以千万别看见生产日期久远就丢掉，那说不定已是一块沉睡的金砖呢。最后我们来说黑茶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的黑茶并不是指一般英式红茶，而是中国茶类中的黑茶门类。黑茶属于后发酵茶，制作工艺与普洱有相似之处，只是产区和风味各有不同。除了普洱茶有时被归为黑茶类外，更典型的黑茶代表有湖南安化黑茶、广西六堡茶、四川边茶、湖北老青茶、福建茯砖茶等等。黑茶往往被压制成砖块、饼片或紧压柱状，便于长期保存和运输。它在历史上扮演着边销茶的重要角色，也就是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。他们的饮食以牛羊肉、乳制品为主，急需茶叶来帮助消化，补充维生素。因此古人早早发现，把茶叶压紧存放，经过长途运输和酒制，茶叶不仅不坏，反而变得更好喝、更顺口，这便是黑茶兴起的缘由。以湖南安化黑茶为例，它历史上是著名的贡茶和边销茶。安化黑茶有种传奇产品叫千两茶，用竹面包紧压成巨大的圆柱形，每支净重约 36.25 公斤，看起来像一根圆木杆。清朝时，千两茶专供皇室和运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。每年新制的黑茶柱用马帮水路运输，沿途风吹日晒，温湿交替，等到了边疆拆封开来，茶叶已经自然发酵出独特香味。边区人民将黑茶煮饮或制成酥油茶，发现陈年黑茶消食去腻，效果极佳，滋味也醇厚香浓，胜过新茶。从此
存放黑茶变成一种传统，讲究陈制味道，一些地方甚至有不陈不喝的说法，宁愿把新茶搁着，等它陈化几年再享用。黑茶中最著名的要数福砖茶和六堡茶的陈化风味。福砖茶原产湖北，后来湖南安化也大量生产。所谓福砖，因为传统上在三伏天加工，茶砖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后发酵，经常会长出一种黄色的菌花，被称为金花。这金花其实是贯突散囊菌形成的菌落，看上去像细小的金色熔点，点缀在黑茶砖的内部。别小看这些金花，它们可是福砖茶品质与药效的象征。金花菌能分泌酶类分解茶中的多糖，产生独特的菌花香气，使茶汤更加甜润。同时，医学研究发现金花菌对人体有益，可调节肠道菌群，促进消化。所以陈年的福砖茶常带有一股菌香，花香融合的福香，汤色红浓透亮，入口顺滑干爽，被誉为可以喝的益生菌饮料。新砖茶如果金花稀少，香味平淡，往往要存放数年，待金花遍布，品质才上升一个台阶。行家在品评福砖时，还特地看茶砖切面金花的多少，将其作为定价依据。可见岁月与菌花共同雕琢，才成就了福砖茶的价值。再看广西六堡茶，六堡茶因产于广西六堡镇而得名，属黑茶类，干茶外观漆黑油润，有独特的槟榔香。六堡茶历史上大量出口东南亚，被华侨和港澳地区人士所喜爱。他们发现六堡茶陈放多年后，滋味更加顺口，原有的出色全部褪去，甚至出现类似药材和槟榔的香气。香港老茶客尤其推崇70年代左右出产并干仓存放至今的老六堡，称其风味醇厚甘滑，有一种岁月沉香，被誉为六堡一甲子，茶中神酿。有些老六堡砖茶在国际市场上按片拍卖，价格屡创新高。当年几十元一斤的六堡散茶，经过几十年陈化，如今可能卖到几千元一斤以上。尽管黑茶的名气不如普洱响亮，但在收藏圈内，安化老黑茶、老六堡已是新兴的宠儿。行家们开始留意那些上世纪50、60年代生产的黑茶砖和千两茶，它们大多罕见难得，具备很高的历史和品饮价值。黑茶和普洱一样，安全保存是重中之重。好在黑茶天生粗枝大叶，制作时有杀菌揉捻，耐藏性非常好，虽经发酵但不怕久放，甚至有陈20年不坏的说法。然而潮湿还是黑茶的大敌，如果存放环境通风干爽，黑茶只会慢慢变香，可一旦受潮发霉，就前功尽弃，饼价再高也无法饮用。因此保存黑茶要防潮防异味，原纸包装的砖茶、散茶都可直接存放于阴凉处，不必密封，让它自然呼吸。如果发现黑茶表面出现白霜或霉斑，那就不能再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黑茶表面会有浅灰的茶渣，或内部长出金花，这不算霉，可以放心。但如果是黑绿色、绒毛状或怪味明显，那就是有害霉菌了，只能丢弃。总之，黑茶只要保存得当，可以放上数十年，依然品质如初，甚至更佳。一些老茶客手上就珍藏着祖辈传下的黑茶砖，越陈味道越好。每逢贵客来时，才撬一块出来煮茶，颇有共享传家宝之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茶叶收藏市场上，老茶收藏热正从普洱扩散到黑茶、白茶，甚至部分乌龙和红茶。以前大家熟知普洱老茶能卖高价，如今一些10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安化黑茶、福鼎白茶也拍出了惊人价位。据报道，湖南某次茶博会上，一筐50年代的安化黑茶拍得数十万元。福建某场拍卖中，3罐陈年老白茶估价高达数十万。还有武夷山一批保存35年的老红茶，拍出每克数百元的价格。甚至连一向讲究新鲜的绿茶、黄茶，近年来也出现少量老茶概念。不过那多是炒作噱头，缺乏真正品质支撑。我们普通消费者大可不必追捧那些离谱天价，但从这股风潮中可以领悟到，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茶叶，已经超出了饮品范畴，更像一种文化财富。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，
过期茶叶要不要扔，取决于茶的种类和保存状态。如果是绿茶、黄茶这类不耐久放的品种，超过保质期风味尽失，还可能滋生有害物质，就没有继续喝的必要了。该扔还是得扔，至少别往自己肚子里倒。但如果是白茶、普洱茶、黑茶这些越陈越香的类型，只要保存良好，没有发霉，那可千万别丢。也许在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替自己乃至子孙后代存下了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。一罐不起眼的老茶叶，可能暗藏惊人的风味和价值，就算不拿去卖钱，留着慢慢品尝，也是对自己多年前那笔投资的最佳回报。当然，我们强调，老茶价值不代表随便哪种茶放久了都值钱，只有特定茶类正确保存这两个条件都满足，时间才能转化出价值来。如果您拿陈年乌龙、红茶问能不能喝，其实多数情况下，它们和绿茶一样，只是变得陈涩难饮，没有额外好处。除非经过特殊工艺反复焙火的老乌龙，属少数例外。因此，别乱把普通过期茶叶当宝贝，以免喝出问题。但白茶、普洱、黑茶这三类可以说是经过无数事实验证的耐放型选手。它们的存在告诉我们，大自然的奇妙在于，不是所有食物都怕时间。有时候，时间本身就是最好的加工者和增值师。最后再分享一个温馨的故事。有位茶农老爷爷，年轻时爱茶如命，每年都存下一些当年的好茶压箱底。几十年下来，他积攒了一批极为珍惜的老茶。晚年时，他把这些茶一部分拿出来招待儿孙和亲友，大家无不赞叹其滋味超凡，另一部分则留给儿子做纪念和收藏。老人笑言，我没给你们留下多少钱财，就留了些老茶。别小看这几盒茶，拿出去可抵得上给你们存了一笔钱呢。儿孙们后来真的把部分老茶出手，解决了家庭的一些经济困难，也让他们体会到祖辈智慧的可贵。这个故事正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过期茶叶千万别扔，有些比黄金还贵，特别是白茶、普洱、黑茶这三种，放越久越值钱，等于给儿孙存了一笔钱。岁月在茶叶中沉淀的不只是香气和养分，还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，以及世代传承的珍贵记忆。如果您家中正好有几款尘封已久的老茶，不妨现在就去打开闻一闻，说不定那就是属于您家的一笔隐形财富呢。喝茶也好，收藏也罢，愿这杯陈年茶香为您带来健康与惊喜。祝各位茶友都能物尽其职，把平凡的茶叶变成实实在在的宝贝，